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伦敦，一个炎热的夏天，泰晤士河边的居民们突然闻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恶臭。这股子味道只需要微微的吸入便可直冲脑门，让人头晕目眩、胃部翻腾，甚至还能出现呕吐的反应。不夸张地说，当时居住在两岸的人民无一幸免，任何一个闻到味道的人都引起了生理上的不适。直到后来，人们只能闭门不出，在家中任何能够让味道进来的缝隙都被塞满了东西，甚至连政府机构的大楼也无法摆脱这种味道。议员们不得不挂上浸满氯化钙的窗帘封住窗户，企图掩盖这令人恶心的恶臭。这一切的源头竟然就是泰晤士河。而这时候的伦敦也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那就是伦敦大恶臭。19世纪的伦敦正在处于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工业和商业迅速的发展，以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从不足100万激增至250多万，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大量的居民涌入，使得原有的排污系统和卫生设施不堪重负。城市各处私设的化粪池和简陋的排水沟遍布街头巷尾。尽管早在18世纪，伦敦就开始建设下水道了，总共修建了100多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下水道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随着抽水马桶的普及和用水量的增加，这时候的伦敦已经拥有了20万个马桶和360条下水道。一些粪坑泄漏的甲烷和其他气体经常会起火爆炸，而早年的下水道系统也显得越发陈旧，早已不堪重负。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线，不仅承载着交通运输的功能，更是给整个城市供水的重要来源。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甚至是腐败的有机垃圾，纷纷被直接排入到了这条河流中。没有经过有效处理的污水沿河堤堆积，不仅严重破坏了河水的原有生态，还使得这条伦敦的母亲河逐渐演变成为了一条流动的下水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伦敦爆发了多次霍乱，大量的市民开始腹泻和呕吐，而霍乱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这意味着这些排泄物和呕吐物通过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后，进而再次污染水源和食物，导致霍乱大面积传播。1831年，伦敦就爆发了第一次霍乱疫情，造成了6536人死亡。1848年，霍乱再次席卷伦敦，造成了约14137人死亡。而当时的政府并未采取针对河水污染的措施，而是专注于清理街道和改善空气流通。到了1853年至1854年间，伦敦爆发了第3次霍乱，造成了约10738人死亡。由于当时普遍流行一种瘴气说，人们认为疾病是由腐败的气体所致，而并非水源污染。正因如此，虽然污水问题日益严重，但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是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各种改革尝试虽然层出不穷，但由于技术落后、财政紧张以及多头管理的体制问题，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系统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时间一晃来到了1858年的夏季，伦敦罕见的高温天气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了。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泰晤士河水位骤降，大量排入河中的污水无法被冲散，直接滞留在了河床和岸边。热浪使得那些原本就充满有机物的污水迅速分解，释放出刺鼻恶劣的臭气。据当时的记录，气温在阴凉的地方可以达到34摄氏度，而在阳光直射下更是飙升到了48摄氏度。这样的极端气候无疑是为污染问题火上浇油。这个夏天，伦敦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感受到泰晤士河散发出史无前例的强烈恶臭，尤其是靠近河流的区域，臭味浓烈的令人窒息。大批市民抱怨空气当中弥漫着腐败和化粪的味道，使人头昏脑胀、胃部不适。恶臭不仅让人无法忍受，还引发了各种传染病的肆虐。公众普遍担心这种恶臭会成为新的疾病传播源。然而，大恶臭不仅让普通市民苦不堪言，更是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正常运作。据史料记载，甚至连英国议会所在地也未能幸免。在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内，浓烈的臭气迫使议员们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他们在通往泰晤士河的下水道口附近使用了220吨到280吨的石灰，还雇人趁退潮时将石灰撒在泰晤士河的前滩上。在室内，他们还会用浸透氯化钙的窗帘来减轻恶臭的侵袭。有不少议员纷纷表达了对这一环境灾难的强烈不满和担忧，有的甚至提出将政府部门迁出伦敦，以摆脱臭气的干扰。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有不少记者用极为夸张的语言描述这场灾难：致命的臭气，无法用文雅之词形容的恶臭。甚至有报刊评论道，吸入这种臭气的人如果能够活着走出议会，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各种嘲讽和调侃的言论在社会各界迅速传播，加剧了公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政府终于意识到再也不能坐视不管。
1858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雷里在议会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他主张尽快改善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迪斯雷里在辩论当中形容泰晤士河是一条来自地狱的河流，并提出了设立专项资金、借款300万英镑以及对所有伦敦家庭征收3便士税的方案，目的就是为建设新的下水道系统筹集资金。这项提议虽然在议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讨论，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多数议员的支持。随后，政府紧急出台措施，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找到一位有能力且能彻底改变现状的工程师，他就是约瑟夫·巴泽尔·杰特。凭借卓越的土木工程以及对城市排水系统的深入理解，他被任命为大都会工程委员会的总工程师，负责设计并实施全新的下水道系统。巴泽尔·杰特提出的方案核心在于将城市内的污水通过新建的下水道系统集中排放到城市下游远离市区的地方。首先，他设计了一个覆盖整个伦敦的下水道网络，将分散在各个居民区和工业区的污水集中在一起，统一排放，从而避免污水直接流入泰晤士河。他利用海拔优势，使污水沿着预定的坡度自动流动，减少了对机械设备的依赖。考虑到伦敦未来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巴泽尔·杰特在设计当中留有足够的容量余地，使系统能够应对更大规模的污水负荷。另外，他还对下水道系统分为了3个主要部分。主干道是系统的核心，主要收集和运输来自各个区域的大量污水。伦敦主要有南北2大主干下水道，它们汇集了全城的污水，并将其导向远离市区的排放点。支管系统则通过各个小区、街道和建筑的污水，通过支管汇入主干道。这个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各地的地形差异，以确保所有的污水都能够顺畅进入主系统。而对于一些地势低洼的区域无法排水的问题，系统当中设置了若干个抽水站，将污水从低处先抽到高处，使其能够借助重力再流向排放点。此外，定期的设施维护和检查口也被纳入整体规划中，保证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为了防止污水回流入市区，巴泽尔·杰特还设计并建造了沿泰晤士河的堤岸工程，其中包括了维多利亚堤岸和切尔西堤岸以及阿尔伯特堤岸。这几条堤岸除了服务于下水道的系统，还具有排水功能，不仅改善了伦敦市中心的景观，还为市民们提供了休闲步行的空间，同时起到了防洪和美化城市的作用，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此次工程于1859年启动，到了1875年基本完工。整个下水道系统长达数百公里，工程规模巨大，不仅需要大量的砖石、砂浆和钢材，还需要数以千计的工人协同作业。在建设过程中，巴泽尔·杰特及其团队克服了当时的许多技术难题，并在工程管理、施工技术和资金调度等方面开创了新的模式。他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也开创了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下水道系统的建成极力改善了伦敦的卫生环境状况，直接导致霍乱和其他水传播疾病的发生率大幅下降。这个工程不仅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也成为现代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的重要里程碑。通过将下水道系统与堤岸工程相结合，巴泽尔·杰特不仅解决了污水处理的问题，还改善了伦敦的整体城市面貌。现如今，泰晤士河畔的步道和景观已经成为了伦敦的标志性景观，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当年那场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工程革命。在之后的3年内，虽说泰晤士河的恶臭已经基本消失，由于污水而死亡的人也在逐年减少，但是污水还是在照常排放，只不过他们最终都被妥善排放在泰晤士河下游的伦敦污水处理厂。而一场事故的发生，也正是为大恶臭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感叹号。1878年9月3日，一艘名为爱丽丝公主号的蒸汽客运轮船正在执行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观光和通勤服务。这艘船载着约750名乘客，从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返回伦敦。许多乘客都是外出郊游的家庭，期待着平安返回家中。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爱丽丝公主号在返回途中与一艘更大的煤船相撞。这是一艘铁船货轮，吨位远大于爱丽丝公主号。其坚硬的船体在碰撞时将较小的爱丽丝公主号拦腰斩断。在撞击发生后，爱丽丝公主号在短短4分钟内迅速解体并沉没。由于船上乘客众多，且许多人未做好应对准备，遇难人数极为惨重。令人震惊的是，沉船地点正好位于伦敦的主要污水排放区。就在事故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大量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被直接排放在泰晤士河中，导致水质极为恶劣。许多乘客即便在撞击后没有立刻死亡，但他们也掉进了充满粪便和工业污水的河流中，也因此误吞了受污染的河水，从而中毒或感染疾病，加大了死亡率。事故发生后，附近的船只和居民迅速展开援救，但由于夜晚能见度低，再加上爱丽丝公主号沉没得太快了，许多乘客未能够获救，最终整艘船仅约130人幸存，其余的650人直接遇难。而在这130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因喝下了粪水而导致在后续的治疗当中去世。
这也是继大恶臭事件之后，在泰晤士河上死亡最多的事故。事后的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两船的航行路线并未正确避让。除此之外，调查还揭露了泰晤士河航运管理的混乱和公共卫生安全标准的不足。这场事故也促使英国政府对河流航运法规进行了改革，其中包括了改进航行规则、加强安全培训，并再次规范了伦敦的污水排放，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那么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各位对于伦敦大恶臭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镇长，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